奇瑞风云 A9L 是前2天刚刚上市的一款新车啊。那作为 C 级轿车的一个旗舰车型，它整个的这个造型还是非常亮眼儒雅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不说能看到的东西，咱来说说看不见的东西。那边呢有一个风云 A9L 的白车身，咱过去看一下。那众所周知啊，奇瑞是以技术著称，那其实他们对于安全的这种执念也是非常深的。那我后边呢是风云 A9L 的白车身，它整个的高强度钢的占比是高达了88%，可以看到啊，就是这个位置都是铝合金的这种材质啊，前边的这种防撞梁，那可以看到它粉色、紫色的这些区域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，包括可以看到这里啊，这种一体式门环也是用的这种钢。它的车窗是采用这种分段式的，它没有采用那种全景的那种大的天幕，而它在这里加了一个高强度钢的一个横梁。这就是如果说发生事故的时候发生这种翻滚，能最好的保证成员舱的生命安全。那这款车呢，它也是有9个安全气囊，而且它的安全侧气帘是长达2.06米，整个覆盖了驾驶员到后排乘客的这个空间，包括它主驾驶和副驾驶中间也有一个气囊，就是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，主驾驶和副驾驶不会有撞头或者是撞身体的2次伤害。所以安全层面一直都是奇瑞的重中之重，而且它是付诸到行动里。那作为一个 C 级的旗舰轿车，里边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咱们到车里边去看一下。坐进了风云 A9L 的车内啊，就看这个颜色的搭配，就显得非常的温馨，让你一坐进来就感觉很放松。就这种棕色和米色的这种配饰真的很好看，包括它的方向盘也是这种拼色，整体的这种一致性还是非常好的。另外这款车用了一个15.6英寸的中控屏，而且它是10比特的这种显色，非常的清晰，要比普通的屏幕要更清晰一些。这款车的车机是内置了5纳米的，也就是高通骁龙新发布的5纳米的8255芯片，整体的这种流畅度可以看一下，就这么来回的转，整体的流畅度也非常不错，包括它也内置了很多当下比较流行的 APP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这款车是用到23扬声器的音响，所以它整个的这种视听感受也是非常棒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收音可能并没有那么专业啊，因为听不出来它这个特调的这些音效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可以看到啊，这里有一个50瓦快充，那包括下面呢，这里有车载香氛，可以放3种不同的香型，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大按摩都是有的，那这些舒适性配置都是配得非常全的。那作为一个旗舰车型，驾驶质感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，我们直接开起来聊。那风云 A9L 它作为一个混动车型，它有单电机的版本和双电机的版本。那今天我们的这台试驾车就是一个双电机的版本。那它的动力呢，能爆发出470千瓦的动力，然后它的扭矩最大扭矩能到达854牛米。那这款车的加速也是相当恐怖的，是来到了4秒级。这对于5米多长的大车来说，这个动力是可以媲美很多的这种性能跑车的。那这款车呢，它有好几个驾驶模式啊，一个是纯电优先、节能混动、舒适混动、风云 GT 雨雪模式以及个性化。那我们现在是在舒适混动的模式下来行驶啊，整体就感觉它整个的这种舒适程度是非常高的。因为这款车它也是有 CDC 电磁阻尼悬架的，所以它根据你选择的这种驾驶模式来调节它整个悬架的软硬程度。那在舒适的模式下，你就可以感觉到整个这个悬架调的是非常的柔的，尤其在我们过一些颠簸路面的时候，它整个这个起伏给你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。它的运动模式就是风云 GT， 就是它的运动模式，就调整到这个运动模式之后，你会觉得整个这个，就你能明显感觉到它整个悬架这个绷的就比之前要紧很多，它整个的这种驾驶的感受就传递给你的脚啊，包括屁股啊，你能感受到就比刚才要紧实了很多。那尤其是在这种多弯的山路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它整个的这种支撑性也是非常好的。那不光是整个底盘的这种变化很明显，它方向盘的变化也是比较明显的，比刚才那种舒适的这种模式下，它感觉会更灵活一些，而且它的这种转向的精准性
比之前的响应速度也要更高。所以在作为一个旗舰的 C 级轿车，它不光是有这种舒适性的属性，它也有一定的运动属性。比如说这款车也配了一个6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包括后边也有一个电动尾翼来给你营造这种运动的感觉。所以说这款车也是非常适合这些年轻朋友去开的。另外这款车呢，它现在是搭载了一个猎鹰500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。虽然说这款车它是没有激光雷达的，它是用了一个纯视觉方案，但是它应对的这种智能驾驶辅助的场景还是挺多的，比如说高速的 NOA， 包括环路的 NOA， 还有一些智能的这种泊车，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就是我们日常常用的高频次的这些需要辅助驾驶的场景，它都是能应对的。那风云 A9L 呢，全系都是搭载了33.68的磷酸铁锂电池，它是能纯电行驶260公里的。那综合续航啊，是能达到2500公里。当然这2500公里可能是在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下才能实现的。那其实对于混动车型来说，260公里纯电续航已经是非常长的。那如果说你是在2、3线生活的话，上下班通勤，其实1周充一次电，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试驾了一天下来，我觉得风云 A9L 和它的定位是严重不符。那它的定位呢是一个 C 级轿车，但是它的空间表现却是一个 D 级车的表现。它的售价居然是一个 B 级车的售价。奇瑞啊，真的是很会卖车，要不然人家能年销量200万台以上，因为他知道消费者到底想要的是啥，要这要那，最主要的是要便宜。好了，今天就试驾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